不光街上冷清呀，这那个商场也是冷冷清清的，除了工作人员，没有几个游客。很荣幸，我们都成了天选打工人。取点外卖，赶紧走吧。喂，我看见了。我突然间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啊！我村里一个亲戚说，村里都没人了。你说咱们中国14亿人口，这些人都去哪儿了？我甚至开始怀疑，我们国家真的有14亿人吗？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，他既不愿意在城市，也不愿意在村里，你说这人都去哪儿了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就连很多大城市的网友也发出了同一个疑问：中国人都去哪儿了？你有没有发现杭州今年的人越来越少了？年后节后本来是返程高峰，然后今年呢有大把的房子租不出去，路上人也少了不少。看着热门行业像滴滴啊、外卖小哥啊，工资都少得可怜，月薪4、5千，扣掉房租水电，还能剩多少？青岛的街头更是冷清的让人心慌。14亿的中国人，1100万的青岛人，青岛人都去哪了呢？下午去逛了几个商场，刚刚呢又去夜市逛了一圈，夜市上也是没有人，商场里呢也是没有人，大街上见不到几个人，广场公园里啊，除了老人啊跟小孩，一个年轻人也没有，包括工厂里边也没有多少人了，都不出门的嘛。商场里啊，老板比顾客还要多。夜市的老板告诉我说，今年以来人啊是越来越少，到处都见不到人。那么请问青岛咋就没人了呢？我记得小时候啊，到哪里去啊都是人挤人，去哪里啊都特别的热闹。青岛现在将近1100万人口了，谁能告诉我青岛人都去哪里了？外界认为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空心化的迹象，就连经济发达的深圳市也是未能幸免。10年前，深圳人口刚破1000万的时候，街边大排档凌晨3点还在翻台。现在人口都快2000万了，可龙岗工业区空了，宝安城中村也安静了，就连海岸城、东门这样的顶流商圈都贴满了旺铺展览。你说深圳这些人都去哪里了？至于上海情况更加直观，地铁没那么挤了，市区显得空旷了，商场人流也比往年要少了一半。为什么感觉上海人越来越少了呢？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除了旅游景点和医院以外啊，这人似乎都少了很多。商场比以前人少了一半，坐地铁现在都没那么拥挤了，经常看到还有空位，街上呢也看不到什么人了，市区也比以前空旷了不少。大家都去哪里了呢？有人说经济大环境不行，很多人都回老家发展去了，还有人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了，生育率低，除了老人就是单身，所以啊，人越来越少了。还有什么原因你们知道吗？你看上海这么豪华的品鉴，星期天呢一个人都没有，你看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如果是在4、5线城市咱都能理解啊，但是这里是上海，中国的经济中心啊，中国14亿人都刺激不动大家去消费。哎，谁来给我说这是为什么？要知道现在中国多地都出现类似现象，城市还在扩建，但人流却在退潮。不少人开始怀疑，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？你相信中国现在真的还有14亿人吗？为什么以前小时候中国人口不到12亿人，但是到处都很热闹，不管是大街上、商场里，就连我们以前曾经生活的村子里面都很热闹，但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4亿人了，乡镇没人，县城也没人，就连曾经繁华的1、2线城市，在大街上都贴着旺铺转让，你说这人都去哪儿了？据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如今中国已有 64.5% 的地区进入人口负增长状态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超过60%的省份正在经历人口流失。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，它背后牵动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。从经济发展、教育资源到公共服务乃至制度运行，都会受到冲击。一旦失控，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。最近相关部门公布了2024年河北省常住人口的数据。2024年河北省常住人口数据为7378万人，相对于2023年少了15万人。从2020年一直到2024年的数据来看呢，河北省的人口一直在减少。要知道2020年年末
河北省常住人口是7464万人，到了24年就到了7378万人，这几年少了将近100万人。别小瞧这100万人，这100万人呢，相当于河北省一个人口大县的人口。外界认为，造成人口骤降的原因，既有生育意愿的下降，也有去吸引力的减弱。说到人口减少，主要是2方面影响。第一，全国大环境，现在年轻人普遍都不愿意生孩子了，所以去年全国人口减少了139万。第二，当地的经济状况和产业结构留不住人，人口被虹吸到发达地区。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北了。2010年至今，东北人口已经流失了1300万。近日，当局开放了3胎政策，各种补贴旗下，也难以撬动年轻人的婚育意愿。也许这不仅是经济的警钟，更是社会的拐点。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，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降，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？近几年出生人口比抗战时期的还低，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吃不饱穿不暖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但是出生人口却超过了现在。难道我们遇到了比抗战时期还可怕的敌人吗？还记得30年前计划生育，父辈们想尽办法东躲西藏，都要把孩子生下来。反观现在，放开3胎，还有各种的政策奖励，人们却更不愿意生孩子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可以在短短的10几年间彻底颠覆中国人1000年来的婚育观念？在这个和平、稳定、吃饱穿暖、教育、医疗都有保障的年代，年轻人却更不愿意生孩子了。而这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就在2016年，中国新生儿数量还高达1786万，短短8年时间几乎是腰斩。同时呢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也从当年的 6.0 一路跌至如今的 1.02， 仅比韩国略高一点，排在全球的倒数第2。2017年之前，华南县新生儿是4位数啊，是几千的。到了2018年之后，就变成了3位数。截止到2024年末，去年出生人口是400多个孩子。今年啊，我国的新生儿的一个数量可能会跌破800万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上世纪70年代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6，几乎每家都有5、6个孩子，而今天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.02， 直接排在全球倒数第2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这一变化它来得非常之快。2016年就我国的新生数量还是1786万，8年的时间，这个数字直接就腰斩了一半。那更是扎心的是什么？按照这个速度，如果是下滑下去，再过10年的时间，可能1年出生的孩子还不够填满一个地级市的幼儿园。毫不客气的说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，而是一场看不见尽头的人口滑坡。这场生育的崩塌不仅是数字上的巨变，更是一场全社会都要面对的深远的冲击。那么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妇产科。过去产房床位紧张到要提前预约，连走廊都塞满了人。现在医院一天接生不到10个孩子，医生护士都闲到发慌。依据一个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433万，年底估算不到800万。而我国妇幼保健机构是3082家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每一天一个妇产医院接生7个孩子，能够几个医生来分担呢？为此呢，就有一些孩子医院呢就已经停止了产科相关的业务。从2023年至今，在郑州宁夏的蚌埠还有赣州这些地方，全国至少有10家医院已经宣布停止产科相关的业务。就连一些月子中心也好不哪去，曾经是一床难求，现在是7成亏损，2成直接关门大吉。你说生意都凉成这个样子，那剩下那1成估计也在随时准备打包跑路。这股寒潮很快传导到了教育体系。今年以来，全国小学数量已经从20万所锐减至14万所，砍掉了1/3。大学面临招生荒，中学课桌空置，小学合并，幼儿园关停更是极为普遍。成都有70所幼儿园关闭了。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4月份这期间，成都有70所幼儿园停止办园，涉及到上千人的岗位失业。其实主要还是就是我们新生儿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，供需失去了平衡。以前是不愁招生，现在公立幼儿园都在开始办托管班了。另外，图书文具、桌椅、教培、留学等相关产业被迫全面瘦身，母婴用品滞销，童装甩卖，奶粉厂商被迫清仓库存，整个消费链条都受到影响。
甚至连车市和房市也受到牵连。没有孩子，谁还买家用车？不结婚不成家，房子卖给谁住？这两天网上有个问题非常的火，说到底是谁加使了中国的生育率呢？5年内生育人口下降了4成，竞争人口减少了9成，人口危机呢已经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，连官方都破天荒地站出来喊话，鼓励年轻人生育。可问题是，这个锅真的应该让年轻人来背吗？结婚少，生育率低，这不过是个表面现象，那么深层次的问题到底藏在哪儿呢？今天咱们就来撕开这层伪装，揪出背后的元凶。先别着急质问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、不爱生孩子。就拿2021年来说，我国结婚登记仅765万对，和2013年的1347万对相比，直接是腰斩。那么这只是冰山一角，深挖下去就会发现，教育、住房、医疗才是压得年轻人生不起娃的3座大山。再转过头看看咱们中国这些年房价一路飙升，教育的各种费用也是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多少普通人为了买套房掏空父母的积蓄，砸锅卖铁，表面上看是拥有了100万资产，可实际上呢，兜里连5000块现金都拿不出来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谁敢轻易生娃呢？孩子一出生，奶粉、教育、医疗哪一样不需要钱呢？在大城市里，想让孩子上优质学校，随便报个培训班就得几千元起步。在价值100万的房子里，却没有办法给下一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。说到底，房价和一路飙升的教育、医疗成本才是最强效的避孕药。当生养孩子付出的成本无限大，而得到的回报却无限小的时候，谁愿意当这个填不满的慈善家呢？更残酷的是，这不是个别人面临的个别现象，而是一种系统性压力，它层层挤压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空间。外界认为人口结构的巨变最终必然压到养老系统身上，今天少生一个孩子，明天就多养几个老人。养老金收支失衡，延迟退休，医保压力骤增，这些现实的问题已经陆续登场。未来医院床位被老人占满，养老院排队入住，子女被迫打工加陪护两头跑，都会成为许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常态。人口问题不只是统计学的题目，而是一条牵动国家未来的警戒线。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，我们或许真的要面对一个没有年轻人的老龄社会。而到那时，我们失去的可能不仅是人口的红利，还有社会的活力与希望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